今天的重头戏，老 K 完全猜错，真没想到缺兵少将的皇马竟然在主场3-0啊，3-0，在第一回合大胜曼城。比赛第20分钟，巴尔韦德在右路如离弦的箭一样盘过了门将多纳鲁马，小角度破门，1-0领先。仅仅7分钟之后，维尼修斯在左路直塞，又是巴尔韦德接球梅开二度，2-0。比赛第42分钟，皇马一个挑球传球，然后巴尔韦德又挑球过人，再上演帽子戏法。下半场第57分钟，多纳鲁马扑倒了维尼修斯，被判点球，可维尼修斯的点球却被扑出来。我的个天，这个点球如果进了，那就是4-0，第二回合就失去了悬念。所以维尼修斯真应该把点球让给巴尔韦德，让他来个大四喜。现在大家是真的明白了上赛季巴尔韦德的妻子说的那句话，巴尔韦德他不是个边后卫，他不是个边后卫。今天比赛不仅是帽子戏法，而且关键传球2次，射正3次，争顶总数5次，抢断4次，以上均为全场最佳，他也如愿以偿拿到了最佳球员。所以皇马真的是欧冠的 buff 太厉害了，什么英超，什么曼城。今天的上半场都还没结束，巴尔韦德就拿出了生涯最伟大的一页的表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今年夏天皇马谁都可以走，巴尔韦德绝对不能走，他才是真正的绝对的马德里主义者，是现在这支皇马真正可以至高无上，享有所有特权的人。过去他一个人把防守的活全干了，今天一个人又把进攻全干了。这么全能的小队长，今天甚至还能够倒地转身护球，还能过人。那么曼城瓜迪奥拉怎么也没想到，姆巴佩不在，罗德里戈不在，贝林厄姆不在，可是有巴尔韦德天神下凡，他像个 Superman 一样的站在瓜迪奥拉面前。27岁，这位中场球员就如今天亨利所说亨利说巴尔韦德总是在闪光，唯一的问题是人们没有看到这种闪光，人们没有注意到那些奔跑的球员。我可以向你保证，当你是阿诺德，并且有人和你一起防守的时候，做好防守会更容易。巴尔韦德不仅仅是进球，他在技术层面也总是在闪光。这种球员能够适应任何情况，他踢过右后卫、防守型中场、左后卫，也踢过影锋甚至中后卫。场上只剩下门将这个位置他没踢过，所以你必须给予他极大的称赞。现在想想，皇马主教练赶走阿隆索真的不冤，阿隆索竟然用废了维尼修斯和巴尔韦德，也用废了罗德里戈。精彩的欧冠，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感谢大家对老 K 的支持和订阅，也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关注老 K， 世界足坛尽在掌握。今天的比赛才能看出，防守反击才是皇马应该好好踢的战术。右边前卫也是巴尔韦德最舒服的位置。近几年的皇马由于阵容到处都有玻璃人，所以巴尔韦德像个补锅匠，什么位置都踢过，差点成为纳乔2代，是一个万金油的进化版。可即使如此，他仍然以主力的位置，甚至以高光的位置拿到了2个欧冠。这样的实力，这样的低调，怎能不让人服气？比赛结束后，巴尔韦德说，我今天踢得太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踢过这么爽的比赛了，我很满意，特别开心，但更为球队的胜利开心。难以置信，人人都梦想着这样的夜晚。感谢队友们给予我需要的信心，我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也感谢教练组，也感谢球迷们，在如此艰难的赛季依然支持我们。今天我的位置更靠前，我试图前插，这是教练对我的要求，他要求我进攻。今天我们有更多可以控球的球员，我试图多进攻，而队友们给我送了许多妙传。关于今天的长传球，我们做过许多训练，门球开出以后，他们会上前进行1对1的逼抢，而我们前场的速度很快，我们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在我们皇马，我们应该像兄弟一样相处，互相照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就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那么今天的巴尔韦德完成了皇马队史上在欧冠的第19次帽子戏法，这也位列所有的球队第一，比位列第2的巴萨的16次多出了3次。今天的巴尔韦德上演帽子戏法以后，包厢内的姆巴佩进行了激情庆祝，这样姆总就可以安心养伤了。如果维尼修斯今天不丢点球的话，甚至下一场第2回合本来已经失去了悬念，那么老 K 就希望姆巴佩下一轮再休息一下，彻底把伤养好。对了，今天巴尔韦德一场比赛的进球数已经追平了自己过去欧冠生涯前75次出场的进球数。对的，他过去75场也是刚刚进了3个球，
这样的表现，今天呀，现场转播镜头也拍到了看台上的贝林厄姆。贝林厄姆对这样的帽子戏法显得极为吃惊，而且对着曼城这样的强队，可以在欧冠上演帽子戏法。巴尔韦德也是第5个这样的球员，在他前面有梅西、恩昆库、泽凯赖什、姆巴佩，然后就是咱们小队长了。而且今天的比赛还是巴尔韦德的整个职业生涯首次单场进球3加以上。而在巴尔韦德此前进球的34场比赛里面，皇马保持不败，加上今天就35场了。另外，今天赛后，皇马的主教练阿维罗亚说：“我早就说过，瓜迪奥拉会有出人意料的招数，果然如此。次回合瓜迪奥拉还会有新招。显然，之前外界对我们这支皇马不是很有信心，但我们证明了，我们就是皇马，永远不要认为我们没戏了。”哈哈哈。曼城的球迷还有过去拜仁慕尼黑的球迷最能理解了，415神阵。2014年当时瓜迪奥拉在拜仁慕尼黑也是这样，整花活被打了5个。瓜总是在关键的欧冠比赛脱离实际，认为自己就是个魔术师，总是喜欢整活而不是因材施教，这让老 K 大跌眼镜。还有咱们曼城球迷抽签之后说好的想暴打皇马，结果还是太浮躁啊。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们摊上了瓜迪奥拉呢？所谓的世界有史以来最强主教练，但也是最喜欢整活的主教练。看得曼城球迷心如死灰。对不起，曼城给英超丢人了，而且丢得最狠，甚至还不如热刺，被一个残阵的皇马不仅打花，而且还零封了。这样的整活，这样的无效传控，真的观赏性很差，看得曼城球迷也是昏昏欲睡。瓜迪奥拉的415阵型中间只有一个罗德里，前面却排出了哈兰德、塞门约、多库、博尔纳多、席尔瓦、塞维尼奥，这5个进攻都很强，可没有一个是攻防皆备的。所以既然瓜迪奥拉要排出这样的阵容，那么输3个球也就顺理成章了。今天的曼城一个能传球的都看不到，到了前场就往回传，传跑只传不跑，而对面的皇马都跑疯了，曼城这边呢还是在站着踢球。而且老问题，瓜迪奥拉是真的不会用大中锋。曼城这样的哈兰德和多库，如果给其他任何一支球队都能够打爆皇马，结果呢完全被对面的皇马所玩弄。对面压迫，球传不出去，对面回收又攻不进去，把球控来控去，还不如皇马后卫一个大脚打身后有用。这下子联赛也没戏，欧冠也没戏，曼城本赛季可以歇着了。最可惜就是哈兰德如此超级历史级别的大中锋，在队里却没有任何的战术地位，甚至开局摆出4前锋，给哈兰德配了一个塞门约，全场却没有任何一个45度的传中，把奥莱利前踢到中场，却只是在禁区外瞄边，让能够突破的多库整个上半场孤身一个人，没人去和他打配合。右边的塞门约和萨维尼奥2个人呢，没有突破，没有传球，哈兰德就全程在那站桩。所以纯粹就靠着2个边锋在底线的横传想造威胁，哈兰德连球都没有碰到过几次。左边的多库一拿球，皇马就3个人盯他，而且压根儿没有队友上前帮忙。这样的曼城既高傲也自大，满不在乎。本场比赛简直就耻辱，高位又不积极逼抢，反击又没有回追的速度，中场的空当大的能够开火车，还有角球没有一点专门训练过的痕迹，想挤地铁，结果连球都传不到位。所以今天摆出的阵型，单后腰首发了3个边锋，进攻端却挤压了哈兰德的空间，进攻就找多库，突不过去就回传，倒脚被断就被打反击。现在的罗德里一个人根本胜任不了单后腰，踢高位逼抢，中后场全是老爷车，被打身后一打一个准。而曼城的后卫只要拿到球就必须先调整几脚，在这个时候对方的防守已经落位，所以没有威胁。最后让我们看到了巴尔韦德伟大的表演，当然同时也看到了巴尔韦德那只是小区级别的庆祝动作3次，太尴尬了。过去但凡有球迷可能不相信所谓欧冠要看底蕴，但是你看看本赛季的皇马，你再看看对面的曼城球员落后以后垂头丧气摊手埋怨，那么你就知道欧冠必须要看底蕴。现在英超6个队搞不好全军覆没的可能性都有，当然阿森纳和利物浦晋级的希望更大。但无论怎样，任何球队在欧冠遇到皇马都必须保持敬畏，保持敬畏。皇马是不是真有可能在本赛季拿下第16个欧冠呢？那么现在的瓜迪奥拉是在教练生涯第3次在欧冠淘汰赛首回合就落后3球，此前2次均没有逆转。第一次是14到15赛季欧冠半决赛，他带着拜仁先是客场0-3输给了巴萨，
次回合拜仁3-2巴萨被淘汰。第二次是17-18赛季在欧冠的1/4决赛，带着曼城首回合0-3利物浦，次回合曼城1-2利物浦。而这也是皇马在欧冠淘汰赛首回合第29次净胜3加球，此前28次全部晋级。今天的瓜迪奥拉输了球之后仍然不死心，起码嘴巴上还是挺犟的。他说，我们曼城只是缺了最后一传，比赛过程其实没有比分显示的那么糟糕。哈哈哈，这还不糟糕呢。瓜迪奥拉，你让塞门约去边路1对1，这有什么用？最后的30分钟右边前卫又变成奥莱利了，你指望奥莱利1对1突破然后内切兜射？嗨，你的曼城一打就穿，一到关键战的时候你就整活儿。说真的，换任何一个主教练也许在欧冠淘汰赛都比你发挥的要好。瓜迪奥拉说，现在球队翻盘的机会不大，当然我们会尝试，现在要调整好心态确实是最困难的，但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会和球队一起努力。嗨，这种时候我感觉瓜帅已经连一点点逆转的勇气都没有了。总之，谁也没有想到皇马竟能3-0如此脆胜曼城。但另一方面又提醒了我们，皇马踢欧冠确实有魔力。今天亨利就说，我也不知道皇马那件球衣到底有什么魔力，真的不知道。当然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个玩笑，因为我可不想穿上那件球衣。不过如果让我穿上，或许能够帮我把头发长回来。他们肯定在球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每次他们踢欧冠的时候总会出现这种感觉，我也说不上原因。但当他们穿上那件球衣的时候，我在比赛一开始就说过，那是一件很沉重的球衣，因为你面对的是一支在这项赛事里赢过无数次的球队，这并不容易。那件球衣真的很有分量。在欧冠赛场上，皇马的球衣确实是一件很沉重的球衣，我知道它很有分量，但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只要他们穿上那件球衣，球员看起来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们这样的评价。至少在这场首回合比赛里，我完全没有想到皇马会踢成这样。虽然说这话让我有点难受，但还是要说一句，干得漂亮。好，今天另一场焦点战役，大巴黎主场5-2大胜切尔西。开场仅仅10分钟，巴尔克拉在禁区内接到回做后抽射破门，而第28分钟切尔西做出反应，古斯托在右路禁区内接到传球抽射破门，1-1扳平。但第40分钟，金球先生邓贝莱的表演，一个人打2个，晃开后卫后低射破门，2-1。这时候切尔西并没有放弃，第57分钟内托在反击中横传，恩佐劲射破门，2-2扳平。随后第74分钟，由于约恩森的传球被断，维迪尼亚轻巧的挑射破门，这个球彻底的打垮了切尔西。第86分钟 K77 在禁区外远射破门，4-2。比赛第94分钟，阿什拉夫在右路传中， K77 门前推射破门，5-2。再加上今天的阿森纳1-1战平了勒沃库森，所以英超6支球队在欧冠的1/8决赛首回合2平4负无一取胜。这里面最惨就是热刺、切尔西和曼城，分别在客场的首回合输了3个球。特别是切尔西的替补门将约恩森，就跟昨天热刺的替补门将金斯基一样，同样都是替补门将，同样都是超级低级的失误，甚至连球衣都一模一样。切尔西本场比赛可惜啦，其实踢得很好，2-2扳平的时候大家还很兴奋，但最后一场比赛被一个替补门将给彻底毁掉了。所以如此重要的欧冠比赛，也不知道罗塞尼尔犯什么神经。主力门将罗伯特桑切斯卡瑞了大半个赛季了，只是打阿森纳那场状态不太好，也不是什么大失误，竟然在欧冠对大巴黎的比赛让他坐板凳。明明切尔西有摘高空球最好的门将，他的门线技术也是一流，却不用。这切尔西跟热刺乱七八糟的，在这种关键时候真是自毁长城。那么23岁的丹麦替补门将菲利普约恩森，他不仅一场比赛丢了5个球，而且在今天最要命2-2的时候直接把球传给对方。这个约恩森他的出球永远都慢一拍，给队友的球全是刀山球，让队友给他擦屁股，面对对方射门也没有反应，一直在那瞎长传。巴黎队今天整场比赛的预期进球只有 0.87， 却进了5个。整支球队所有人的努力都被约恩森毁掉了，都被罗塞尼尔这个奇葩的门将安排给毁掉了。气得恩佐在场上作为副队长感觉都已经开骂了。切尔西的主教练罗塞尼尔，他要求门将减少开大脚，必须打地面渗透，可是切尔西的2个门将都没有这种技术，所以就踢得都很别扭。
主力门将桑切斯起码还有扑救，还有摘高空球的能力，他的大脚还能够找到边锋。可这一场比赛，罗塞尼尔的固执彻底的毁掉了切尔西本赛季欧冠的前途。今天在赛后，主教练罗塞尼尔说，首先我们要给约恩森肯定，他在更衣室里已经承认了错误，错误总会发生的，我也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有时候错误的代价更高更痛苦，这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对我们性格的重大考验。2天后，我们切尔西还有一场对纽卡斯尔的关键比赛，我想看到真正的反应和真正的韧性。至于比赛，即便是2-4，那么对我们来说虽然不是理想的结果，但回到主场我们仍然有机会。可是对方的第5个进球是最痛苦的一个，3球落后啊，我们切尔西就很难了。本赛季的英超踢欧冠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其实切尔西的中场3个人，里斯、詹姆斯、凯塞多还有恩佐踢的都不错，都属于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发挥，却被一个门将给毁了，不应该说是被主教练给毁掉了。除了门将外，切尔西的2个中后卫查洛巴和福法纳也多少有些问题。本赛季切尔西在中后卫的问题，过去的主教练马雷斯卡已经暴露过，但有时候菜是菜吧，菜起来还算是正常。但今天的门将，不说他了。对了，今天比赛刚刚从伤病中恢复过来的大巴黎金球先生邓贝莱被提前换下，第69分钟李刚仁替补登场，而且当时邓贝莱还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被换下场。好在到了替补席，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疼痛的迹象，大巴黎的队医也没有上前查看他的情况，希望邓贝莱没事，把本赛季的欧冠和世界杯平平安安的踢完。好的，那么今天也是欧冠欧联史上首次出现2支英格兰球队在同一天净输3球，这也是彻彻底底的给英超丢尽了脸。老 K 个人觉得这几场已经输了3个球的比赛，次回合已经就没有悬念了。世上哪有那么多奇迹，认清现实吧，兄弟们。今天是切尔西在队史上第2次在欧冠单场丢了5个球，上一次还是2000年，整整26年前。当时切尔西在欧冠的1/4决赛次回合客场1-5输给巴萨。那么今天大巴黎在第62分钟替补出场的 K77 通过2个进球1个助攻当选全场最佳。而这一轮的欧冠，在联赛阶段排名前8的球队当中，就只有拜仁取得了胜利，其他的种子队阿森纳、利物浦、热刺、巴萨、切尔西、葡萄牙体育和曼城都没能取胜。对了，今天邓贝莱第40分钟的破门也是他在欧冠淘汰赛近6次对阵英格兰球队都取得了进球或者助攻。他的左右脚太均衡，太难防，不知道要往哪边扣。金球先生的含金量、顶级天赋、无逆足的处理球，在英超面前太舒服了。本场的进球是邓贝莱职业生涯至今在欧冠淘汰赛打进的第10粒进球，也超越了格列兹曼的9球，成为欧冠历史淘汰赛进球第4多的法国球员，仅次于本泽马的34球、姆巴佩的24球，还有亨利的12球。另外，今天邓贝莱这个球是杜埃助攻的。20岁的杜埃也就在近4场欧冠比赛中直接参与了7粒进球，这期间他4次破门，3次助攻队友得分。在场上，杜埃恍惚间的技术就太像内马尔了。好的，通过这一场大胜，大巴黎是不是能在欧冠找回自己的状态呢？不过别着急，比赛一场一场的踢，就像赛后路易斯恩里克说的，人人都将我们大巴黎和上赛季相比，但很难以相同的方式表现。次回合对切尔西，我们绝对不会死守，我们有能力在客场也击败切尔西。好的，再看看另一场，阿森纳客场1-1战平了勒沃库森。没有想到第46分钟是勒沃库森利用角球，率先由安德里希头球破门，1-0领先。下半场第89分钟，马杜埃凯突入禁区制造了点球，哈弗茨面对救主稳稳将球罚进，1-1。而进球后的哈弗茨没有任何庆祝，这也体现了对勒沃库森救主的尊重。但今天的这个点球有巨大的争议。这个点球阿森纳确实得利了，比赛中主裁判的判罚太过严厉，严厉的简直变态，画面有点太多，最后几分钟莫名其妙的2张黄牌，禁区内球员的拉拽竟然给两边都给黄牌。而阿森纳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萨卡的发挥也不好，所以比赛踢完了给人的感觉是很沉闷，场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但裁判竟然给了7张黄牌，真是人才，像小仙女一样的碰一下都不行。所以这个裁判之前被打被围堵，这也属于很正常，也是有道理的。而阿森纳下一场回到主场之后，能不能顺利拿下勒沃库森，没办法，老 K 还是压他一注吧。
否则英超6个球队要是真都同时不能晋级，这脸可就丢大了。对了，有意思的是，今天哈弗茨是作为替补球员上场罚点球命中，所以本赛季的欧冠，阿森纳替补球员已经打入了7个球，是所有球队当中最多。而勒沃库森在3月14日即将在主场面对拜仁慕尼黑，他们现在正在跟斯图加特、莱比锡争夺前4，想进入下赛季的欧冠区，所以赛程很紧张。但有个好消息，拜仁慕尼黑下一场穆夏拉不会出战，何时复出取决于穆夏拉的恢复情况。穆夏拉是在周中拜仁6-1客场大胜亚特兰大的比赛中因伤被替换下场。对了，今天有意思的是，在下半场勒沃库森通过角球取得领先之后，当时勒沃库森的主教练尤尔曼德马上找到了阿森纳著名的定位球教练乔夫尔。尤尔曼德走了上去，在他身边2个人说了些什么。赛后尤尔曼德被记者问到，您到底跟乔夫尔说了什么？尤尔曼德说，乔夫尔不，他不是我的朋友，我曾经尝试和他合作，他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当我执教国家队时曾和布伦特福德商量过能否让他参加一些比赛，但最终没能实现，所以我只见过他几次。他刚才对我只是说，你也在这么做。是啊，当然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并不是针对阿森纳，而是普遍现象，我们也会挤地铁，也会这么做，每个球队都会这么做，所以我完全不是在指责阿森纳的做法，我只是在质疑规则中是否允许在禁区内进行这种进攻性的阻挡，以及在无球状态下对球员进行身体冲撞。这正是我的疑问。所以乔弗尔刚才对我说，对，你也这么干。没错，我从没说过我们没有这么做过，所以这只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好，今天另一场欧冠也大跌眼镜博德闪耀主场3-0大胜葡萄牙体育。果然博德闪耀的人工草坪球场是真的太难踢了，他们今天通过费特、布隆贝格还有卡斯帕霍的进球，主场3-0，这也让博德闪耀创纪录的达成了欧冠5连胜，分别战胜了曼城、马竞、国际米兰和葡萄牙体育。现在他们的主教练克鲁森赛后他说，我们感觉非常好，我很喜欢球队的比赛方式，尤其是上半场，对方给了我们很多空间，我认为我们很好的利用了这些空间，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不错的比赛。下半场我们的防守过于开放，给了对手太多的反击机会，所以我认为下半场我们有些吃力，这是一场不错的表现，但对我来说并不令人惊讶。克鲁森这个主教练很有意思，博德闪耀甚至还聘请了前战斗机飞行员担任他们球队的心理教练。这支来自北极圈小城市的博德闪耀队，凭借着克鲁森的高强度战术、独特的引援理念，还有心理的训练体系，现在持续保持强势，连续击败强队晋级。博德闪耀聘请的前战斗机飞行员利用了自己的飞行经历，在克努森训练球员身体的同时训练球员的大脑。他从飞行生涯中带来了一个理念，叫做圆环。在球队丢球以后，球员们会迅速围成一个圈，讨论刚刚出现的问题。前飞行员说，在飞行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立刻站出来，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这不是为了责怪个人，而是为了明白我们必须从中学习。你可能犯一次错误还能活下来，但如果下一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能丧命。因此把犯的错误分析出来，消除对错误的恐惧至关重要，这是必须做到的。好吧，波德闪耀的奇迹还在继续，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进入4强甚至决赛。好，其他的新闻，今天伊朗的体育部长宣布，伊朗男足绝无可能参加美加墨世界杯。那么之前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还曾经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保证过他们欢迎伊朗参加世界杯，但是目前看来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如果伊朗退出世界杯，根据规则非法将拥有对递补球队的最终决定权。按照惯例，目前获得附加赛名额的伊拉克队有望递补进入世界杯。而在刚刚结束的女足亚洲杯，那5名伊朗女足球员今天已经被宣布，澳超球队布里斯班狮吼俱乐部已经让这5名伊朗女足成员加入，开启了新生活，他们已经到队参加训练。公告写道，我们很荣幸能为你们敞开大门，提供一个训练、比赛和归属的地方，并且将开始探索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没有政治，没有条件，只有足球、社区和热情的欢迎。昆士兰现在就是你们的家。OK， 今天再插播一条在 NBA 常规赛，
热火主场150-129大胜奇才，而28岁的球员阿德巴约全场暴砍83分，超越了科比布莱恩特，独占历史第2的单场得分，仅次于张伯伦的单场100分。值得注意的是，他今天罚球43次，罚中36个，仅仅罚球就得了36分。当然也没有办法，对方看见他要破纪录，就3人包夹他，所以才会犯规。好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感谢大家对老 K 的支持，也感谢您订阅、点赞、评论、分享和热推，咱们明天再见。